我有在日本的网站找过这个 spoiler 啊，一只啊10多千。Yo，what's up？ 欢迎回来 Rider ATH， 我是阿豪 ATH。相信大家看到标题就知道，我们今天是要来搞 Honda Civic Type R。正所谓 Honda Civic 不改不如填海 ，Type R 不改直接推进海。那所以今天我们就来搞这辆 FN2。当然这辆不是我的 FN2 啦，我的是红色。这个是我们的团队里面其中一个 partner， 也是 FN2， 不过是 Euro 版本。今天我们来讲的就是这一辆 FN2 UK 版本。我们要来找一些刹车零件。刹车零件要来找谁呢？就来找我们麻波这边的阿光啊，阿光就是平时帮我们找这种比较稀有的车的刹车零件，什么鬼车都有啦。你要找 FL5 都有，等下我带你们进去看 FL5 的零件可不可以装我的车呢？这个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有机会，也许 maybe 啊，可以撒一些料来放我的车。让 VEST 带给大家豪华 MPV 的乘驾体验大跃进。VEST 的全新 Ruby I 系列车载主机是专门为你们的 Alphard Wildfire 而生。VEST 的 Ruby I 系列主机拥有目前市面上顶尖的12GB RAM 加256GB 的 ROM， 搭载日本 JRC JM5532 Terrier Power 处理器，以及目前最高端的 UIS 7870 SC 基带。主机内置风扇调节和温度观测，VEST 更有内置的 DTS 数码影院系统，精准调节声音效果，音质细节堪称就是数码影院啊，非常的通透有力，而且还可以通过 Google Play Store 即可轻松下载你喜欢的 Apps 啊，直接用这个荧幕就可以实现你的 VEST、你的 Google Map 的功能了。它的这个 screen 啊，动起来非常的 smooth， 而且它的画面真的很高清，在太阳底下你也不会觉得它的那个色彩饱和度或者亮度不够，阳光底下还是可以看得清楚画面。这个360的功能非常的高清，它就是可以让你自由拖动。你如果在一些 parking 比较狭小的地方，或者旁边有龙岗的地方 parking 起来，可能你会担心会不会掉进龙沟啊，会不会撞到旁边的垃圾桶，你就可以通过这个360全景摇览图画面，你就可以看到旁边有没有障碍物或者有没有龙沟洞了啦。而且还有3种酷炫主题，智能切换白天黑夜模式，还有自动检测车门状态的系统功能。 VEST 的 Ruby I 系列车载主机让你们的乘驾体验更上一层楼，这样好看的产品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那现在我们来看的是这辆 FN2 UK 版做什么东西呢？看到在拆门板，拆门板就是为了要把这个 side mirror 取下来，因为它原本的这个 side mirror 的 motor 坏掉了。这个 side mirror motor 坏掉啊，如果你要买新的原装的这个 side mirror 基本上是找不到了啦，全世界是很难有新的给你找得到，所以只可以找刹车的。刹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日本那边啊，他们会有一个刹车制度，你的车如果超过一定的年份啊，他们就会拿来报废，就会被马来西亚的一些刹车厂商杀过来马来西亚当零件散卖。如果你要买 engine 是有，你要买车脚的部件也是有，当然 side mirror 这些小东西他们也是有的啦。现在在画面上面可以看到的就是这个 FN2 黑色的，这个是原本装在车上的，就是 motor 坏掉的。我们等一下要换上去的嘞，就是我手上这个银色的啊，有粘了一条红色的边，非常的骚气。没想到日本佬也会做这种小小的点缀。这个是新的 motor 啊，这个的里面的 motor 是操作正常的，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装上这台 FN2。这辆 FN2 呢，它的 side mirror 啊，不只是有可以做到那个镜面的调节啊，镜面调节这个东西现在很多车都有了，Saga 都有，但是它有一个一般上在马来西亚新车，就算是 Honda 的新车都没有的，就是加热功能。所以装上去了过后，这个加热功能一样是可以操作的啦。可是我们马来西亚没有下雪嘛，最冷的地方应该就是那种金马仑啊、云顶那种高山的地方。如果起雾的话，你可以启动这个加热功能，它就会把那个雾化的地方弄不见，所以又可以看到后面的车，是比较安全的一个配置啦。那这一台 FN2 呢，除了换 side mirror 呢，今天还会换其他的东西，当然包括 dashboard 上面有一些损坏，那些损坏的部件呢，都可以在刹车房找到它的 plastic cover 啊，甚至如果你的
meter 坏掉了的话，也可以找到它的 meter。那当然，刚才讲日本那个车龄比较老的车，他们杀掉以外，如果是那些 accident 在日本 total loss 了过后的车啊，他们也会杀过来这边就会当零件卖了。所以现在可以看到这边的工作人员穿着我们 JHR 的这个 track day 的衣服，在这边做安装把这个日本杀回来的 side mirror 装上去。刚刚讲到刹车呢，相信你们听到一个关键字，眼睛就会亮一下，就是 FL5， 没有错，刹车房也有刹到 FL5。这个是一个 FL5 的屁股，这个尾盖啊、bumper 啊是受到了撞击啦，就是 accident 把这边撞烂了。这个 boiler 非常的漂亮哦 ，FL5 的，可是很可惜也被撞爆掉了。如果刹回来的 condition 是美的话，你又刚好买了一台 FL1，OK， 就是普通的 Civic 啊，日本的普通的短尾的 Civic， 就可以把这个 bonnet spoiler 安装上去。从背后这样看过去啊，就有 FL5 Type R 的 feeling 了。bumper 就不能了，因为 bumper 啊 ，FL5 Type R 的呢，它是比较往外肿的。后面这个 fender 后面这个位置，打油盖旁边那边，还有它的车门也是比较往外肿的。好像 FL1 就是没有这个 wide body。Malaysia 版本买得到最新款的 Civic FE 也是没有这个往外肿，所以没有办法安装。再来就是我们本地买得到的版本呢，是长尾的 sedan 车型，这个是一个 hot hatch 短尾车型，所以 bumper 这些即使很漂亮都没有办法安装上去 FE 上面。但是你可以买到 aftermarket 的一些副厂的啦，就是 copy 到很像，一样有这个位置啊，一样有这个 diffuser， 一样是中出的 exhaust 的这个排列方式的 bumper， 通常 material 是 PP 的啦，这个 material 啊也是塑料的哦。不是 fiber 啊。车头方面有没有呢？也是有，带你们去看车头啊。这边就可以看到一个撞到烂烂的我的车头啊，这个是前面撞击，所以我们现在在车头方面这样看到是没有 bonnet， 没有 bumper， 也没有 fender。但是如果我们走过来这边看呢，可以看到这个位置哦，这个 dashboard 是 Type R 的，跟 FE 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里有一个 Type R 的牌啦。然后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就是它的 steering wheel 是不一样的，这个 steering wheel 是有包 Alcantara， 好像麂皮这样子的，所以比较有 grip 啦。我们本地版本可以买到的 FE 呢 ，steering wheel 都是包滑面的皮，所以抓起来手感当然没有比这种 Alcantara 来的好。engine 方面跑去哪里了呢？已经卖掉了啊，卖了好几万块啊。当然 Honda 的东西都没有那么便宜啦，即使是日本那边 accident 撞到的车、报销的车杀到来 Malaysia， 这个 engine 拿来散卖也是蛮值钱的。这个 steering wheel 我很喜欢啊，可能可以安排一下装去我的车。然后 meter 方面，刚才我也是有问，因为 FL5 Type R 的 meter 哦是一个全电子仪表板，我们本地的 FE 呢是一半电子一半 analog， 所以装上去应该会有很多 arrow code， 会很像圣诞树这样很多灯啊。如果可以装是最好啦，我就跟它拉过来啊。然后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很美哦，就是这个 center console 啊，可以看到是 Type R 的，哇，我很喜欢，拿不出来。这个是一个 Type R 的 center console， 有一个 R， 有一个 Plus R 的 button， 还有 Drive Mode。FE 呢，在马来西亚只有 Drive Mode 啦，然后没有这个 Plus R 的按钮啦，是没有的。能不能搬去 FE 上面用呢？应该是可以，可是因为我的是一个低配版本的，所以没有的选择 Drive Mode 啊，这个就是关系到电脑程序，即使 wiring 如果一样的话，很有可能也用不到，也是很可惜。不然那个 Center Console 我是很喜欢。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就是一个是手动，一个是 CVT Auto， 所以装上去有过很大几率是用不到啦。啊，这边呢可以看到有很多 Honda 的车啦，这里是专杀 Honda 的就对了。这边上面还可以看到有 FC 的屁股啊，然后有这个 FB 的车头啊，像刚刚你们看到有 FL5 的屁股，还有 CRZ 的屁股，还有整间厂房都是很多 Honda 的零配件。椅子方面也可以买得到，所以如果你的椅子不美，或者你想要换 Type R 的椅子，也可以来这边找他们换椅子。然后地上呢，这边就可以看到有2张 FN2 的后座的椅子。这个椅子是什么用呢？就是到时会装进我的 FN2， 因为我的 FN2 的椅子前车主应该是有在车上抽烟，他的椅子上面就有一个给烟头烫到的痕迹啊，不美了。所以我打算把这套买回去装在我的 FN2 上面。本来我还想买前面2张的椅子，可是好像被卖掉了，所以在这里是找不到啦。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 FN2 还有什么东西需要做到改变的啊。这个是已经装上了新的 side mirror 啊，也不是新的啦，就是日本刹车回来的花这样子啊，是一定会有的，因为他们在运输过程中啊就会弄花它。但是这个没问题，可以做喷漆，这个可以解决。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在 dashboard 上方这一边，这里有一个开孔哦，应该是前车主
要撬开它还是什么的时候，不小心把它弄爆掉了。毕竟车龄很旧了嘛，所以这种塑料老化是常有的事情。这片东西是可以换掉的哦。好像我自己的 FN2 呢，中间这边的小荧幕也是有换过，都是找刹车的。你要找新的是几乎没有可能啊！这个就是马来西亚的一个烫车文化、刹车文化，就是你有一些车，可是买不到零件了，找不到 part。都可以找刹车厂，找我们的阿光，地址啊，那些联络方式我会放在影片下方哦，打电话去烦他们就对了。你要找什么 Honda 车的东西都有啊。阿Leo呢，这个车主呢就有讲要找 spoiler 啊，这个 spoiler 是一个小小个的小鸭尾啦 ，carbon fiber 的前车组装的。如果要装我的那个大木跟 spoiler， 那个是比较难找得到，可是要花很多时间找，慢慢来，因为木跟车型在日本也不多，所以刹的也不多，刹的不多，要在马来西亚买到它的 spoiler， 当然这个难度就比较高啦。我有在日本的网站找过这个 spoiler 啊，一支啊10多千。真的是很贵 ，Honda 的东西很贵，稀有的 Honda 的东西更贵啊，很够力啊。然后其实我自己很想要把我的 FN2 弄成整台木根，就是连 Fender 这些都换掉，可是找不到，就算找到也很贵，不舍得，太贵了啊。Bonnet 也是想换，这个他现在用住的 Bonnet 是 Carbon Fiber 的啊，我是想要换木根的，有2个三角形的洞，可是目前是找不到，慢慢来，慢慢找。这一台车呢，我们今天就会把它完全搞好，然后过后会把这个side mirror拿去做喷漆，然后 dashboard 上面的那一部分全部都会做清理啦，弄干净啊，都会把那些坏掉的 part 换掉，然后再去做一个清理，弄干净。现在它的椅子的 condition 是比我的美啦，我的 FN2 的椅子不美了。其实我是想找2张 FN2 的椅子比较美的 condition 的，然后装去我的 FN2， 然后把我现在的 FN2 的椅子可能洗干净还是怎样啦，然后装去 FE。这个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区打上来告诉我。至于 FN 的计划呢，整个系列我们会做的是比较偏向于 performance 啦，好像音响啊还是什么的话，我们会放去 FE 上面做。至于音响要用什么品牌，相信不需要再讲了啦，就是 Vest is the best。我们接下来还会有很多系列，会有赛道系列啦，会有这种老车拿来做维修、修复、改装系列。喜欢我们的影片，不要忘记订阅、按赞，还有分享出去，小铃铛要跟它录下去。然后新车的系列也会继续更新。然后我们的 FE 会不会装 FL5 的东西？这个就要继续留意我们的频道了啦。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了 ，Goodbye。